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呢有一个特殊的训练项目，叫做最小间隔起飞。它假想一旦核战爆发，怎样才能让尽可能多的 B-52轰炸机在基地收到导弹袭击警报后的15分钟内迅速升空躲避，以免被一锅端掉。而之所以要卡住这个15分钟呢，基本上就是基地被摧毁之前能够争取到的最大逃生窗口期了。这就意味着每架 B-52的起飞间隔只有12到15秒左右，简直比周末商场停车场的出口还要繁忙啊！但是有个问题啊，它发动汽车嘛，简单得多啊，领了钥匙就直接能走了。而飞机，尤其是这种装了8台喷气式发动机的巨无霸轰炸机，也能够说走就走的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还真不是啊！别说是8台，就算只装了2台，比如普通的民航客机上，想要从零把喷气式发动机启动起来，也不是一个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因为本质上它每次都要经历一个从外输血到制造血的漫长过程。怎么讲啊？这是由涡轮喷气或者涡轮风扇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它一方面呢需要先将空气吸入，然后加压送入燃烧室燃烧后，才能喷出来驱动涡轮旋转发挥作用。而另一方面啊，如果涡轮不先旋转起来，就无法驱动前面的风扇和压气机叶片来吸入空气，提供给后面的步骤。这样一来啊，整个循环从一开始就是跑不通的嘛，很像是一个经典的鸡蛋问题。如果没有蛋，就不会有鸡。但如果没有鸡的话，又哪来蛋呢？相当矛盾，是不是？那么在飞机上，我们是这样解决的：抓另外一只鸡过来，先下一个蛋好了。这只鸡呢就叫做辅助动力装置，它的作用是先去推涡轮一把，等于是给发动机输了第一滴血，然后发动机再慢慢的靠这滴血循环起来，直到自己也能够造血了，就满血上岗吧。当然，血只是一个比喻啊。辅助动力装置又叫做 APU， 它提供的是压缩空气，而且它实际上也是一台涡轮发动机，只不过呢体积比较小，靠电池就能够启动了。如果你去机场有注意观察的话，通常都可以在客机的尾巴尖尖上看到一个小洞洞，那就是 APU 了。它通过长长的管子跟主引擎连在一起，所以飞机的启动步骤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第一步，打开电源，机上的电脑呢开始工作 ，APU 也做好了准备。第二步，启动 APU， 产生压缩空气，同时也将输往主发动机的燃油泵给打开。第三步打开其中一个主引擎的启动开关，让 APU 制造的压缩空气进入到它的启动机。其实这个启动机呢是一个由很多齿轮和变速箱组成的气动马达，它连在主引擎的高压轴上，可以使高压轴旋转起来，所以连着高压轴的高压涡轮机和高压压气机也就开始旋转起来了，空气开始被吸入，它们自然也能够转得更快了，于是制造出了更高的空气压力。这个时候高压涡轮机后面的低压涡轮机也被吹着旋转了起来，而连着低压涡轮机的是低压轴，它又连着前面的低压压气机和更前面的大风扇。这个大风扇一转起来就更了不得了嘛，为发动机里面呢提供了更多的空气，循环一触即发。但你仔细看现在整个发动机里面还是没有任何的燃烧的，这些旋转进气吹动全都是由 APU 吹出来的第一口气给激起来的，所以到了第4步就该是让燃料搞点事情了。打开燃料的加压阀，用 APU 提供的压缩空气来将燃料加压后喷入燃烧室，和空气混合后点燃，制造出更大的燃气压力，推动后面的涡轮机转得更快了。好了，到了这一步呢，主引擎的制造学已经建立起来了，当然也就完成了整个引擎的启动步骤了，可以切断 APU 准备起飞了。不过咱们刚才只是启动了1台引擎而已。是的APU 太小，一次只能顾得上1个，所以现在呢，这只已经长大的鸡得要扮演为另外一只鸡或者别的更多的鸡下蛋的角色了，用它生产的压缩空气来启动其他的引擎，重复刚才的步骤。所以整个过程它快不了嘛，必须得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做好才行好了，到了装着8台引擎的 B-52身上，它就意味着至少也要花掉1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了。另外呢，它还有一点小小的区别就是因为最新的一架 B-52都是在1962年就已经下线的，那个时候既不流行在飞机的尾巴上装 APU， 而在 B-52的尾巴上呢，还想装都装不上呢，因为它需要的是
尾巴。于是正常情况下呢 ，B-52 的启动呢都是靠连在地面上的一台辅助动力装置完成的。别的飞机当然也能这么干，只不过使用 APU 呢是更为标准的流程罢了。虽然这个地面上的辅助动力装置可能比飞机屁股上的 APU 要大一点，但依然还只是一次只能照顾一台。从节省时间方面呢，其实并没有啥优势的。所以这么说起来啊，这15分钟升空的最小间隔起飞，就是个大忽悠喽。还真不是 B-52是真有绝活的。来看这段视频。这名士兵往 B-52的发动机舱里面塞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一阵黑烟，接着发动机它轰鸣了，它启动了，有没有快到炸裂啊？就当我前面的话都没有说啊，人家根本就不是这么玩的。那他怎么玩呢？靠炸弹来玩啊！那个被放进发动机舱的是一个小型的炸弹，它会在爆炸之后产生大量的压缩气体，而这些气体呢，正是接替 APU 来推动发动机的第一滴血。最关键的是啊，8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放入8枚炸药嘛，一起炸一起赚喽。通过这样的极端手段 ，B-52可以最快在2分钟内完成起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然后一窝蜂的飞到天上。所以啊，看到它的发动机冒黑烟呢，千万不要去想，是不是因为它老掉牙了？人家再老，但身板也过得硬嘛。而且啊，再说一个冷知识啊，它的发动机不仅仅会装炸药，还有可能要装上水哦。是的啊，除了最后一个装着涡扇发动机的 B-52H 以外呢，之前的 A、B、C、D、E、F、G 型号上面装的介武器涡喷发动机里面都会在最小间隔起飞时灌上水和燃料一起喷哦，用这样的方式来提供额外的推力。你看他们穿过的那层层的黑烟呢，就是混了水的燃料在燃烧不充分时冒出来的样子啦。可见 B-52是真黑科技啊，难怪美军说我还要再用它1个世纪。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是的，直升机的旋翼在转起来之后呢，并不是规规矩矩的稳在一个平面上，而是群魔乱舞似的摆来摆去的，不仅上下摆，甚至还要前后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竹蜻蜓，我想大部分人都玩过。当我们把这种左右叶片角度相反的桨叶旋转起来之后呢，它就能够垂直飞起来了，是不是像极了直升飞机的原理？但问题是，你看竹蜻蜓桨叶跟旋转轴之间结构如此简洁，那直升机的桨叶跟它的旋转轴之间怎么就长得那么复杂呢？甚至连个玩具遥控飞机也是这样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可能你会说，因为竹蜻蜓只会上下，而直升机除了上下，我们还要让它前进后退、左右移动啊，不得想点控制它的办法吗？所以这就让连接起旋转轴和桨叶之间的结构复杂了起来嘛，对吗？肯定是对的啊！当然，我们假设有这样一种新型的直升机，桨叶跟旋转轴就是像竹蜻蜓那样简单的直接硬连接在一起的，只不过旋转轴的方向是可以改变的。想要往前飞呢，就把旋转轴往前倾；想要往后、往左、往右飞呢，那就把旋转轴往后、往左、往右倾，不就可以了吗？让我们排除这里面在设计上的所有不合理性。请问，真要有这样的直升机，它能飞得起来吗？随着桨叶，我们还是专业点称它为旋翼吧。加速旋转了起来，这架另类的直升机呢，也开始慢慢的向上升起，简直跟竹蜻蜓一模一样。好，在获得了一定的高度后呢，我们要让它往前飞啊，跟之前说好的一样，我们开始往前倾斜旋转轴。于是直升机也的确开始向前移动了起来。此时我的内心是激动的，一项伟大的发明即将在我的手里面诞生。但是等等，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啊！它怎么有些不太平衡了呢？它怎么就控制不住再往侧翻了呢？怎么会这样呢？这就是旋翼跟旋转轴硬连接的后果了。为了说清楚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稍微补充一下直升机是如何获得升力的基本知识的。直升机的旋翼呢，也是一种机翼，只不过跟固定翼飞机的机翼运作方式不同罢了，但产生升力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机翼的升力主要有2种来源：翼型带来的压力差，迎角带来的反作用力。咱们了解到这儿就可以了。要是再往深里的话，连科学家都还没有真正完全搞懂呢。不相信吗？可以看看我的这一期内容。
好了，说回来啊，第一种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由于机翼上下表面的形状不同，所以导致了上下表面空气流速的不同，上表面空气流速更快，而下表面空气流速稍慢。根据伯努利原理呢，这样的流速差就产生了压力差，下表面压力大，而上表面压力小，两者一减，下表面还有余力，于是就能把机翼往上抬起来了。速度越快，造成的压力差也就越大，于是升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而第二种迎角带来的反作用力，什么是迎角呢？迎角又叫做弓角，是指机翼的前进方向同它的弦线之间的夹角，它和升力之间的关系是迎角越大，升力越大，反之亦然。当然，迎角过大的话，也可能会带来失速的，这个咱们在这儿就先不讨论了。带着这2点知识回到直升机上面，我们会发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旋翼在直升机头上旋转起来时，一侧的桨叶在往前走，而另一侧的桨叶在往后走，它们分别叫做前进叶片和后退叶片。当直升机悬停不动时，这还没什么问题啊，而当直升机往前移动时，问题就来了，因为此刻在旋翼身上就要加上一个相对运动了。对前进叶片来说，相对速度相加之后变得更大了，而对后退叶片来说呢，相对速度相减之后变得更小了。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的机翼产生升力的第一点吗？对于同样的翼型而言，速度越快，升力越大，这就意味着前进叶片比后退叶片产生了更大的升力，从而在这样左右不平衡的升力影响下，直升机开始快乐地做起了翻滚运动，直到坠机或者是停止前进。而这2者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该怎么办啊？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让旋翼能够自由地上下挥舞。是的，直升机的旋翼在转起来之后呢，并不是规规矩矩地稳在一个平面上，而是群魔乱舞似的摆来摆去的，不仅上下摆，甚至还要前后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在桨叶的翼根部位会设置一个水平的轴孔，然后通过插销来将它与旋转轴连接在一起。这个结构叫做挥舞角，也叫做水平角，它可以允许桨叶在一定幅度范围内上下浮动。这样一来，桨叶在前进时，由于升力增加，自然就会向上挥舞，于是其运动的实际方向呢，不再是水平，而是斜线向上的。桨叶实际的迎角也由于这样的运动而减小了，升力降低。桨叶在后退时，升力不足，开始自然的下降，于是实际迎角就增大，升力便增大了。这样一减一增，正好平衡了原先的升力差，使直升机既能平稳的飞行，又能够快速的前进了。不过，桨叶这样上下乱窜，就不会打到机身上吗？不会啊，由于离心力的存在，桨叶会有自然拉直的趋势，因此不会在升力作用下无限升高或者降低。也就是说桨叶的挥舞幅度不是无限的。再加上工程师在机械构造的设计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从而保证了桨叶的挥舞不至于和机体发生碰撞。好了，这就完了吗？还没有啊！尽管通过挥舞角解决了直升机侧翻的问题，但是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身也带有问题啊，那就是每当桨叶上扬或者下压时，其重心的位置都会往旋转轴的方向移动，引起科里奥利效应，产生出科氏力矩。这个真的很难解释清楚，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原地旋转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收缩双臂就能够转得更快一样。这里的科氏力矩也会拉着旋翼转得更快，关键是它还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就这么放任着它不管的话，旋翼转得忽慢忽快的，很容易就造成损伤了。那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用摆正角。也叫做垂直角，就是在桨叶的根部再设置一个垂直的轴孔，通过插销来与旋转轴的其他结构相连。这种连接方式允许桨叶前后小幅度的摆动，从而解决了我们以上说到的科氏力矩的问题。它是这么干的：当桨叶前行时受到的阻力较大，由于摆正角允许它在水平方向上前后摆动，所以呢，它就会自然的向后摆，变得稍稍带上一点后掠角，这样就变相增加了桨叶在气流方向上的抛面长度，加强了减小迎角的作用，从而对科氏力矩进行了补偿。而当桨叶后退时，阻力减小，桨叶反而会超前于旋转轴运动，形成一种前掠的样子。这当然增加了桨叶在气流方向上的抛面长度，加强了增加迎角的作用，补偿了科氏力矩。就这样，有了挥舞角和摆正角，直升机才能够在空中淡定地站稳脚了。而它们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这样连接起桨叶和旋转轴的结构，怎么看起来就那么复杂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接下来我还会把一些直升机相关的有趣知识分享给你的。